本宫刚刚得到消息，说你派人到慕容家别院揍人去了。嗨，什么都瞒不过皇兄。慕容尚书虽有不对，但毕竟与我们走得近，不能太伤人心了。好了，下不为例了。是皇兄。你是不是喜欢慕容麻雀啊？害什么臊啊！你还有1个月便满14了，母后会给你安排4寝宫女。我们西凉安排4寝比较晚，如果是放在前朝的话，皇子10岁便有4寝宫女了。怎么不相信啊？如果不信的话，你可以问问严公公。信？皇帝怎么会不信呢？那就是不喜欢慕容麻雀了。皇兄，您真误会了，皇帝对慕容姑娘只有欣赏之意，并无男女之情。慕容姑娘为了百姓，可以只身涉险进入南里巷，还把宝贵的神药砸碎给陌生百姓用，更无私的把制作药物的方法献给朝廷。这样的女子难道不应欣赏？你说的没错，本宫信你。反正她也要和离了，既然你不喜欢的话，那么本宫要了。不行。哦，为何不行啊？皇兄，皇帝才13，还有1个月就14了，14岁就能安排4寝宫女。如果你听不懂的话，皇兄再给你说一遍。好嘛，皇兄也学会了，好的不学，学这。不是，皇帝的意思是，就算是14，安排了4寝宫女，但在思想上，还没做好喜欢一个人的准备。本宫也没逼着你喜欢谁呀，本宫就是说你不要，本宫要了。皇兄还说没逗我，皇兄怎么可能有喜欢的女人？要是有，早就有了。本宫只说要了她，可没说喜欢。新主语和慕容嫣然要入东宫，是因为本宫喜欢吗？确实，本宫谈不上喜欢慕容麻雀，但她有趣却是个不争的事实，放在东宫里当个玩物，那也是不错的。玩物？她能拆了你东宫啊？哦，那样啊，本宫就更想要看看了。老九，你记住，宁可杀错1万，不可放过1个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先抢来；若是没兴趣，再放了，绝对不能眼看着想要的东西溜走，空留遗憾。本宫不逼你，还有1个月，14岁之前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你必须想明白。皇兄，你要回去啊？皇帝送你。1日清早，千瑞院。王爷，你觉得我对昌宁侯的建议对吗？如果你觉得不妥，我赶紧去找他纠正。我赞成你的提议，只要太子不倒，昌宁侯就凶多吉少。既然注定如此，还不如在事态严重之前先全身而退。唉，有你这句话就行。但没什么，应该不会。不会什么？说说看，别管靠不靠谱，有什么说什么。唉，说了也许你不信。太子看似温良儒雅，实际上心胸狭隘，极其记仇。我担心昌宁侯因拒绝太子，所以被记恨，即便是离开京城，也会被太子的人刁难。那能怎么办？离开京城有可能被刁难，留在京城却会越陷越深，进退两难呐。唉，是啊，这世上就是有太多不公，也正是因为不公的存在，逼着人无所不用，拼命向上爬。毕竟爬得越高，不公便越少。不公是少了，却更致命。算了，即便昌宁侯不是官员，只是普通百姓，得罪了恶霸，也是前景不妙。你很担心他们？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但我的人生格言是放下助人情节，尊重他人命运。所以我能顺手帮就顺手帮，不顺手的话，几乎不会主动帮，除非别有目的。你帮我也是有别的目的？当然啦，不仅是你，我救朱榴莲也有我的目的，否则我吃饱了撑的，没事蹲在乱坟岗，难道是欣赏风景？小姐，咱们别这么实在，该花言巧语的时候还是得花言巧语的。如果瑞王生气了，不让你做瑞王妃了怎么办？你帮我只是为了得到那个信息？肯定不只是这个原因，还有很多原因，例如解决我的户籍问题，让我有个容身之所，还有你有权利帮我搜集我想要的信息，或者把我弄到前线当军医。更重要的是，你这么丑，没有女子愿意嫁给你，所以我也不用自责耽误你的姻缘。放心，这些我都会满足你。你也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单方面付出，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，只要我能办，都会帮你办，我办不了，也会想办法帮你做到。你什么都不用，维持现状就好。我们先出去，让王爷和慕容姑娘独处。朱榴莲也正有此意，点了点头，之后两人便贴着墙角溜了出去。唉，真是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啊。榴莲姑娘，你平时就不能多劝劝慕容姑娘，帮我们家王爷说说好话吗？你以为我不劝吗？我做梦都希望明天早晨睁开眼，王爷就和小姐办喜事。但小姐的性格你也看见了，是别人能劝呢？小姐想做的事，没人能阻拦；小姐不想做的事，也没人能劝得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我家王爷太可怜了。我家小姐说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
他们两人的事，我们就别太操心了。如果两人有缘，肯定能走到一起的。来，李公子，我们再打2盘。啊，又打？我推你，你想去哪儿？不用，这轮椅很重的。小瞧我了不是？就算我力气没有朱榴莲大，但也比普通女子大很多。去那里。好，慕容朱雀将轮椅推了过去。君美玉到了柜子处，打开柜子第一格，里面满是银两和银票。你的银子够花吗？若是不够，把这些都装了去。又给钱？生给我？当然了，那我就不客气啦。和我不用客气。慕容朱雀真的就没客气，把整整一抽屉的金银银票都装到了空间里。够吗？不够的话，再用银尺取一些来。不，够，这些暂时就可以了。见女子不需要银子，君美玉便是从第2个抽屉里取出一柄极薄的匕首。这个匕首也送你，因为很薄，所以便于携带。确实很薄，方便携带，但我用不上。说着，把匕首还给了瑞王，从空间里掏出来2把手术刀。你看，我不用考虑携带问题，再大的东西我也能带，而且刀我这儿有的是，我的刀可比你的快。能给我看看吗？当然。这叫手术刀，原本是用来做手术的，但科技发展之后，出了高频电刀，割开皮肉之后能顺便止血，所以手术刀就不怎么经常用了。高频电刀？是，用高频电刀做手术时，经常能闻到一股烤猪蹄味儿。别说，忽然想吃烤猪蹄儿了。想吃的话，让云池通知厨房给你做。一会儿吧，他们正打着呢。就不打扰他们了。慕容朱雀侧过头，顺着窗外看去，却见两人你来我往。女子看窗外打斗时，瑞王却看着她，唇角含着笑。慕容姑娘看起来嚣张跋扈，实际上对身边的人极好。例如现在，她知道朱榴莲喜欢切磋武艺，所以故意留下来，让朱榴莲心安理得的找李云池切磋。真是个好姑娘。你说什么？哦，我说这是好刀，能送我吗？这个真送不了，这刀不能离我身边太远，离开一段时间就自动消失了，除非是某些药品在与其他物品混合使用中才能远离我。他突然觉得好内疚，人家瑞王说要银子就给银子，说送衣服就送衣服，还送了一堆瓜子儿。如今人家就想要2个破手术刀，他却送不了。我就随便问问，你不用放在心上。能不放在心上吗？除了手术刀，你还有别的想要的礼物吗？你说，我肯定给你办到。如果方便，能不能给我绣一个荷包？我没荷包用啊！我还是想办法把手术刀给你弄出来吧。所以绣荷包是强人所难了。要不然我给你设计一套健身器材怎么样？再过几个月，你的腿也可以开始做康复训练了。我可以走路了？走路还不行，在走路之前要做一些绷直脚尖、活动脚踝、抬脚这些运动。此外，再有3个月才能站立，站立后的2个月才能试着走路。好，听你的，你说怎么练我就怎么练。不瞒你，自从上回你教我做了膝盖支撑的俯卧撑后，我每天都练。哈，你坚持做呢？是。王要颜值有颜值，要身材有身材，要出身有出身，却被一把火烧成这样。狗皇帝是真的心狠啊！岐上楼的菜色如何？挺好吃的。你之前去过吗？去过几次。你若喜欢，回头让人把岐上楼的厨子挖来。用得着吗？几道菜而已。我还是更喜欢自己烧的菜。再说，就算是偶尔品尝岐善楼的手艺，让人买回来就行了。说正事吧，这些天你回忆出别的信息了吗？关于飞机和汽车的那种信息？抱歉，暂时还没有。哦，你再给我几天时间？10天，再给我10天时间，我一定会努力回忆的。刚刚是我表现得太夸张了，我和你道歉，我没有那么着急，你也不用给自己太大压力，来日方长，只要你上心，慢慢想就行。好，一定要想办法回忆出一些，哪怕是一点点也好。是夜，周围寂静无声。君北玉闭着眼睛，努力回忆12年前高烧时的场景。突然，周围涌来一阵冷风。君北玉一愣，冷风？他记得云池临睡觉前专门关了窗子的，却在这时一阵狂风大作。紧接着天色骤亮，他急忙抬头看去，却发现原来刚刚有一个硕大巨兽盘踞在天空，遮天蔽日，所以光线才一片漆黑。得多大的巨兽才能把整片天遮住？还有他明明在床上，怎么突然能看见天空了？这时天上的巨兽好像意识到地上有什么人，便饶有兴致地飞了下来。面对这种可怕的巨兽，君北玉终于维持不了镇定。王爷，王爷，您醒醒！王爷！君北玉猛地睁开眼睛，原来是梦。王爷，王爷，您是做噩梦了吗？要不要属下去让厨房熬一碗安神汤，或者属下去把慕容姑娘接过来？算了，一个噩梦而已，别去打扰她好眠了。你去睡吧，让我自己躺会儿。王爷出了汗，应该不舒服吧？要不属下帮您用温水擦一擦？是不舒服，但也不想擦。你去睡吧，我只想躺一会儿。
那这样，这帘子呢就先别撂了，属下就在旁边的软榻躺着。王爷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，就叫我。君北玉见李云池太过担心，也只能由着他去了。脑海中浮现出母妃的声音：玉儿，记住，不能把那件事告诉任何人，不能。否则他们会杀了我们。他隐隐知晓，皇上对他痛下杀手，也许也和那梦境有关。他现在已经没有后悔药，过去的事只能过去。既然他选择活着，就得想办法保全母妃和朱雀。算了，还是继续回忆吧。回忆什么？侯爷，你回来了。哦，这么晚回来，侯爷，你和同僚吃酒了？皇上留上了，没喝酒，吃了一些东西后，又说了一会儿话。说话和皇上啊？是不是关于紫妍的？啊？侯爷方便说说谈话的内容吗？一会儿把紫妍和阿雀叫来，一起说吧。一起说？侯爷要把他们两人都叫来？是，怎么？你想做什么？事先说好。这个节骨眼，不许乱搞幺蛾子，更不许再刁难阿雀。妾身怎么会刁难阿雀呢？之前都是误会，现在误会解除了。妾身就是在想，要不要撮合紫妍和阿雀。你疯了吗？紫妍对阿雀做过什么？你莫不是忘了？以阿雀那个性格，不报仇就不错了，还要撮合他们两个。再说和离承诺书都已经签了，撮合还有什么意义？确实是签和离书了，但现在不是还没和离吗？没和离，不就还是合法夫妻？紫妍也是受害者，如果没被唐念约骗，有可能紫妍早就喜欢上阿雀了，也说不定啊。再说他们都同过房了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有什么心结解不开呢？同过房了？阿雀不是一直住在百鸟院吗？同过了，有袁帕作证。他们拜堂后第一天，我就把紫妍绑着去洞房的。阿雀嫁进侯府，确实是我们对她不公，正是因此我们才要补偿不是？更何况阿雀如今已不是完璧之身，再嫁能嫁什么好人家？要我说，能撮合还是尽量撮合吧，毕竟能治紫妍的女子不多。好吧，你打算怎么撮合？您不是要找紫妍和阿雀说事儿？现在正是晚膳的时间，找他们来一起用个晚膳吧。自从两人成亲，一次都没和我们用膳呢。哎，就按你说的去做吧。哎呀，这是我们一家人第一次吃团圆饭。之前因为侯爷不在府上，所以本夫人也就没张罗。现在侯爷回来了，以后我们就要经常一起用膳，热闹热闹。算了吧，热闹虽热闹，但也尴尬，大可不必。刚开始确实尴尬，习惯一下就好了，毕竟是一家人。我知道夫人在想什么，还是打消念头吧。先不说强扭的瓜不甜，也不说迟来的情深比草贱，只说我和世子不可能的，不是一路人，就别撮合了。但你们是夫妻，已经同房了。哦，那个呀，原怕是假的，沈世子自己割的伤口流的血，我们两人没同房，所以你们不用放在心上。什么？沈紫妍，你怎么能骗娘？别看了，有缘无分啊，说错了，是孽缘无分。谁看你了？哼，都被抓了个现行了还不承认？行，你没看我行了吧？以后别看了。看见了吧，别撮合了。沈夫人静静地看着沈世子，面无表情。这几天她后悔了。人都说慈母多败儿，她原本不信，觉得自家孩子聪明伶俐，但现在才知道，并不是聪明，而是不听话。用膳吧，母亲。沈夫人并未理他。娘，您别吓我呀！我吃饭吧。母亲，您怎么了？母亲，您说句话呀！有什么可问的？这不是明摆着吗？哀莫大于心死。夫人彻底对你死心了，以后你也不用绞尽脑汁骗你娘了，你娘不会在你身上有任何期待。什么？之前你娘一直对你抱有期望，无论你闯多少次祸，忽悠她几次，她都信任你，认为自己儿子总有一天会认真起来。谁知道10几年了，你一直这个德行。人都有耐心，沈夫人也是，她现在彻底没耐心了，所以便放弃你了。你胡说！爱信不信。沈子妍捏紧了拳头，骨骼发出的脆响充斥了房间。沈子妍，此事与阿雀无关，你不许滥伤无辜。母亲，娘，您能不能看我一眼啊？你们慢用，一会儿侯爷找你们两个说事，本夫人失陪。说完便起身离开。
娘，你听我解释呀！我不敢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从前你也是这么说的，我一次次信你，你却一次次就范。可以了，真的可以了，我累了。娘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求您了，最后一次。侯爷，是您来帮我，还是我找护院？所以说，兔子急了还咬人呢。这傻白甜黑化起来真精彩。这叫什么来着？哦，对了，白切黑。如果沈夫人真能就此黑化该多好！从明天开始，有那个利用我的孙姨娘。紫妍，过来！为父的命令也不听了。看着母亲的背影，沈子言心如刀割，从前的一幕幕如潮水一般不受控制的向他脑海涌来，让他窒息的难以喘气。哎，先吃饭吧，吃完了，老夫有要事与你们商量。正如阿雀所预料，今天朝堂之上有人揍我了。然后呢？侯爷提出辞官了吗？提了，而且很坚定，但是皇上不同意。为此，今日还专门把老夫留下用膳，可见皇上的重视程度。侯爷改变主意了。皇上说他还年轻，老夫这么说，你们两人能听懂吗？皇上嫌外戚和太子势力太大，开始威胁皇权了。所以说，那么早生孩子干什么？如果40多岁再生，等孩子长大，皇帝60多，不正好？沈子言吃惊地看向身旁的女子，他之前从未想过，一个后宅女子，尤其还是个私生女，竟将朝堂之事信手拈来。唉，老夫还未回皇上的话。阿雀，你觉得老夫应该辞官吗？抱歉，这个问题责任重大，关乎你们全家性命，或者你们沈氏家族发展的荣衰，可不是我这个外人能拿主意的。你的主意，老夫不会盲从，只会参考。只参考我也不说，这件事确实与我无关，我没必要担这个责任，趟这个浑水。沈子言心里酸溜溜，这等大事，父亲竟不和他商量，而和一个替嫁1个月的女子商量，心里不舒服了。之前逃学时，是不是没有想过这一天呢？我什么？你是不是想说我落井下石，踢落水狗？没错，我就是在落井下石。谁让你落井前把蠢事做绝？谁让你落井？给我可乘之机！子言，这是你人生最后一次机会了，你要感谢阿雀。正是因为阿雀将你浑浑噩噩的假象撕碎，才有机会看清自己，改过自新。如果这次也不能改，这辈子怕是再没机会了。侯爷有什么打算吗？哎，不瞒你说，老夫也没想好。也是，谁不想当官，谁不想扬名天下，谁不想振兴家族？哎，皇上让老夫3日后回话，让老夫再想想吧。好的，侯爷只有这一件事吗？如果没有别的事，我就先回了。阿雀，你真的没什么意见？没有啊，我能有什么意见？侯爷现在也是有病乱投医了，我只是一个18岁的黄毛丫头，偶尔抖个机灵，没有什么大智慧。如果侯爷拿不定主意，可以和信得过的朋友们商量一下，不是吗？是啊，他为何抓着人家小姑娘不停地问？他已经无能到依赖个小姑娘了吗？侯爷也别自责，旁观者清，当局者迷。阿雀就不比比划划，让侯爷判断了。阿雀告辞。好，去吧。很快，慕容朱雀离开。哎，子渊，你有什么看法吗？父亲，您问我？现在的情况是，我们若留下，不依附太子，太子会对付我们；我们若离开，皇上又挽留，更有一些许诺。最重要的是，皇上暗示要对付太子。如果我们这一时候留下，便是皇上的功臣，以后定会平步青云。如果是你，你会如何选择？不，父亲，儿子不行啊，儿子拿不了这种主意。未来2天，你好好考虑一下，2日后给为父答案。奴才见过少夫人。您是哪位？奴才是长秋宫的小顺子，之前在岐善楼见过少夫人一面，您还记得吗？想起来了，难怪刚刚看着眼熟。长秋宫是九皇子找我有事是的。是这样的，请问少夫人可有时间呢？九皇子殿下想和您单独见一面。没时间，还有别的事吗？这少夫人要拒绝的这么干脆吗？这可是九皇子殿下呀，哪怕是看在太子殿下的面子上，
也得尊重一下九皇子吧。我们家殿下说了，如果少夫人实在没时间的话，就让奴才转达。慕容别院的人已经奏过了，殿下帮少夫人报仇了。只是听说之前已经有人把慕容别院的下人揍了一遍。之前有人揍了一遍，你确定？啊，奴才确定。去完成任务的侍卫回来说，不少人都在喊，之前不是揍过了吗？为什么又要揍啊？